亲我一下，比死更可怕。虽然可能性很小，可是我还是害怕。一不小心，你会进入到我的梦里，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这是剧版小妖在海边和相柳的对话。这话说完，相柳整个人就破碎掉了，笑声中有自嘲，有苦涩，还有心碎。也正是因为这句话，相柳才决定成全小妖，祝她幸福。抛开原著不谈，单从剧版的走向来看，相柳一步步走向黑暗，走向死亡，并不仅仅是为了成全他心中的大义，还因为心死了，没了希望。剧版《长相思》，相柳和小妖第二次去奴隶场时，小妖问相柳左耳是如何做到连赢40场的时，相柳曾看着小妖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就像你在九尾狐笼子里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不过是心之所向，无尽的忍耐，漫长的等待，还有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绝不放弃。小妖茫然反问道：你在说什么？相柳笑笑不羁道：你觉得我在说什么？小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奴隶场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奴隶左耳，若有所思。而我看到这一幕时，却想起了40年前他们初见左耳时，相柳悠悠道：心一旦死了，就毫无生机了。这句话看似说得漫不经心，却贯穿了相柳的整个人生。相柳这个人从一出生就充满了悲剧性的色彩，被母亲抛弃，被神族欺凌，被骗，被卖到奴隶场当奴隶，好像全世界都不欢迎他，觉得他晦气。可是这个时候的相柳，他仍没有自暴自弃。他虽然不再对人性抱有希望，却没有死在奴隶场，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奴隶主的控制，撕开了黑暗中的一束光。后来相柳逃到了极北之地，他用白衣白发来藏匿自己，只为了能活下去。这个时候的相柳虽然很难再信任别人，虽然也很孤独，却从未放弃生的希望。直到陈荣战败，相柳得知所有人都离开了洪江，他才来到洪江身边，雪中送炭。洪江见到相柳，听说他愿意帮自己，十分欢喜。他认下了相柳这个义子，并给相柳讲述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相柳知道洪江根本就不可能赢，他来帮洪江只是为了报恩，却不曾料想恩一场，情却难还。相柳没有选择，只能牺牲掉自己的自由，跟着洪江帮忙完成他的梦想。虽然他知道洪江就是一个傻子，一个可悲的傻子，领着一群傻子在做可悲的事，也只能跟着洪江走上这条不归路。然而这样的坚持不仅是可悲的，更是寂寞的。他虽然是洪江的义子，是义军的军师，却从未真正得到过同袍的信任。大家鄙夷他是九头妖，嘲笑他是个怪物，从未真正接纳过他。直到相柳遇见了小妖，他的生命才再次被照亮。剧中小妖曾问过相柳：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最厌恶别人说你是九头怪吗？九头是你的禁忌，谁提你就会杀死他。相柳笑笑道：你还活着。我憎恨的不是他们谈论我是九头怪，而是他们心底的鄙夷轻蔑。我允许你提，是因为你嘴里调侃取笑，但心底从不认为九头妖就是怪异。相柳的童年比小妖更惨，他从未得到过父母半点温暖，甚至连父母是谁他都不知道。从小到大面对的都是别人的鄙夷与轻蔑，即便内心再强大，心底的柔软也还是渴望能有一束光，一个人接纳他，拥抱他。洪江接纳了他，所以他为了报恩牺牲掉了自己的自由。小妖接纳了他，所以他为了爱心甘情愿地交出了自己的真心。种下情人果之前，黎荣的老伯曾对他说过，一旦种上便同命连心，生死相随。大多是女子种给情郎的。情蛊这东西不但要命还要心，你命是有9条，但心只有1颗，一旦给了出去，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里有4个字需要特别关注一下，那就是同命连心。什么意思？用地上梧桐相持老，天上尖尖不独飞，水中鸳鸯会双死来解释，会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也会失去生机，这在梅林殉情那会儿已经得到验证了。小妖躺在榻上没有了生机，远在千里之外的相柳也面容憔悴，很快就不行了。那么问题来了，相柳知道小妖一直都在努力地活着，又知道种蛊的2个人会同命连心，那他还要种蛊，
是为了战死沙场时拉着小妖一起死吗？这可能性真的不大，因为相柳是真的爱小妖的。他一直记得初见小妖时，小妖说的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不然他也不会在与小妖种下蛊后就急着为他助攻了。怎么可能忍心让小妖和他一起死呢？既然不忍心和小妖一起死，那相柳是如何打算的呢？还记得相柳答应小妖种蛊前，曾让小妖答应过他一个愿望吗？这个愿望虽然相柳日后用在了抢婚上，但他当时和小妖定下这个约定时，并不知道小妖就是号令大王姬。那么他这个没说出口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呢？基于当时的情况，这个愿望只有2种情况，一是忘了我，另一种则是跟我长相守。我猜应该是第2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相柳当时想的应该是陪伴陈荣义军对战西岩后，让文小六变回女身，然后和他厮守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主要基于3方面原因。首先，相柳有9条命，既然有9条命，拿出1条来成全心中的大义，报答洪江的恩情就可以了。他在奴隶场那么艰难都活下来了，死应该并非他所愿。其次，相柳不知道该如何解蛊，李荣老伯只和他说了，要心中有情，才能将根基不深的蛊从轩的身上引到自己身上，却没有告诉他该如何自己解蛊。既然不知道该如何解蛊，又心甘情愿地种下了，就说明相柳已经想好了对策，不会真的拉着心爱的人陪他一起去死。最后，相柳发现小妖成为号令大王姬后，不想认自己时，在海边冷着脸说的第1句话就是我体内还有你的蛊，你想要赖掉你发的誓吗？这句话很明显有些生气，而后面他抓着衣裳逼问小妖为何不肯在海底吻他时，也证明了相柳到那时还对他们的关系心存幻想，幻想着小妖成为王姬后依然愿意爱他，愿意在一切尘埃落定后跟着他走。可令相柳破碎的是，小妖拒绝了他。对于小妖来说，他一辈子也无法原谅母亲和赤尘的悲剧带给他的耻辱和伤害，所以恢复了王姬的身份后，他真的不想再为了相柳而走上母亲的老路。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次的拒绝彻底让相柳的心破碎了。从此之后，相柳知道小妖不再是文小六了，也知道自己被嫌弃了，所以那句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就成了他的魔咒。相柳性子倔强，看着小妖被涂山璟抱在怀里，他当下就不想再爱了。然而真心早已交出，覆水难收，相柳只能化身防风被，默默关心小妖，帮助他有利可保，有人可依，有处可去。后来涂山璟娶了防风义应，小妖也答应了赤水风龙的求婚。临嫁前，小妖问相柳，如果不嫁给风龙，能嫁给谁？相柳无言。有人说这是小妖在给相柳机会，相柳心中有大义，放弃了小妖，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相柳性子孤傲，渴望爱，却又对爱抱有洁癖之心。根据剧版的演绎，相柳一直就清楚地知道小六有多么的爱涂山璟。现在涂山璟娶了别人，小妖即便再找相柳，相柳的自尊心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小妖之前有涂山璟的时候已在拒绝他，甚至为了气涂山璟而拿他当法子。现在涂山璟娶了别人，小妖即便转而接受了他，给相柳的感觉也像是小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相柳不是涂山璟，也不是号令王，他会爱小妖，本就是因为小妖是继洪江之后不在意他是九头妖身份的人。如今相柳也爱上别人，且看他对赤尘是自己父亲的抗拒，可知他无法摆脱世俗的评价，无法像他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赤尘一样而选择他，顿时破碎心思，所以才彻底断了小妖的念想，决定去赴死。其实相柳是九命妖王，他如果成全完大义，想要活下来总会有办法，但是他没有，那只能说明世间的鄙夷已令他灰心，世间之人已不再值得他挂念，所以他宁愿死在战场上，用灰飞烟灭这样的方式来抹掉他在这个世间的痕迹。相柳的破碎来自世间的鄙夷，其实他真的很好，也很厉害，只是没有好的出身，没有站在胜者的阵营。但出身是他能选择的吗？知恩图报又有什么错呢？小妖不要嫁给他，不要嫁给赤水风龙。你现在告诉我不要嫁给他。小妖仰天大笑说，你立即离开。小妖，你还记得你发过的毒誓吗？如若违背，凡你所喜都将成痛，凡你所乐都将成苦。我要你现在就跟我走，立即，马上。小妖的动作骤然僵住，当初他为了让相柳引蛊曾许过一个诺言，
小妖是一个守诺的人，他明知道在这个场合悔婚会遭到全天下的唾弃，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防风贝离开了。和防风贝手牵手穿过一众宾客时，小妖虽然不安，内心却是幸福的。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防风贝送给他最后的狂欢。小妖与赤水风龙成婚前，曾给相柳寄送了一枚冰晶球，在冰晶球里有一个女鲛人和一个男鲛人，女鲛人伸手等着男鲛人来牵走自己，男鲛人则在海边遥望女鲛人。相柳收到这枚冰晶球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欢喜，但他知道自己回应不了小妖的情意，所以只能任由小妖穿着一袭红衣，枯坐在海边等了他7日，也不做回应。这份克制就好像是在海底时，小妖想让防风贝亲吻他，防风贝却躲开了一样。相柳不愿用自己的冲动给予小妖一个没结果的期待，可即便如此，相柳也不愿意看着小妖嫁给赤水风龙。他知道小妖不爱赤水风龙，也知道赤水风龙和苍玄一样，凡事爱算计，只想着封侯拜相，不会永远把小妖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婚，相柳是一定要抢的。只不过在小妖那里，相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抢，而是要以涂山璟的名义抢。为了让小妖恨他，也为了让小妖永远不会再陷入联姻的算计中，相柳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那就是在婚礼当天带走小妖。只是这样一来，防风贝就狠狠地得罪了赤水风龙。为了平息赤水族的怒气，防风贝只能牺牲掉了。而一旦牺牲掉了防风贝，相柳就再无可能光明正大地陪伴小妖了。这个结果对相柳来说也是十分不舍的。可大战将至，相柳为了切断自己与小妖的所有可能，也只能如此。回到清水镇，相柳问小妖是否愿意嫁给赤水风龙，小妖摇头。相柳问小妖是否愿意嫁给叶17时，小妖毫不犹豫地说愿意。相柳沉默，短暂的犹豫过后，他继续问小妖最想和谁相伴一生。小妖张口像是要回答，可他却异常抗拒，宁愿头痛欲绝也不愿意作答。相柳没有逼他，那一刻相柳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小妖一直想不通，相柳在他结婚前有那么多的机会带他离开，为什么偏要选择这么一个让他会身败名裂的方法？猜来猜去，小妖觉得相柳大概是想借由此事破坏40家的关系。因为防风一影已经嫁给了涂山璟，所以此番抢婚一定会让涂山氏和赤水氏产生嫌隙。相柳没有否认，可除了这个原因，相柳还将涂山璟用37年粮草雇相柳去抢婚这件事告知了小妖。小妖惊讶，他以为是相柳不想让她嫁给风龙，没想到却是涂山璟雇相柳去的。一瞬间，失望、生气、自嘲的情绪涌上心头，恼得小妖想要马上离开。和每一次小妖负气想要离开时一样，相柳没有挽留。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心，相柳甚至以不让小妖透露防风贝的真实身份为由，让小妖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心痛的滋味。小妖又误会他了，他以为这只是相柳控制他、折磨他的筹码，却并不知道这是相柳真的心痛，心痛自己不得不装作冷若冰霜的样子，将小妖推开。情深折控骨，相柳实在是太爱小妖了，爱到他不忍心让小妖感受到他的心痛，爱到他明明不想让小妖忘记他，却又不想让小妖因为愧疚而产生任何负担。相柳深爱小妖，为了能让小妖安稳幸福地活下去，他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他的这份深爱却注定要深埋心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那个能给小妖安稳的男人。小妖曾对很多人都说过自己的择偶观，那就是寻找一个能为了自己放弃一切，永远陪着自己，不离开自己，凡事都以自己为第一优先的男人。相柳做不到，小妖也知道相柳做不到，所以相柳才不想让小妖的心里有任何的负担。特别是在相柳得知小妖是赤尘的女儿后，他的分寸感就把握得更令人心疼了。小妖一直很害怕别人说自己是赤尘的女儿，因为他觉得赤尘是魔头，被世人厌弃的人。所以在梅林被虐杀时，小妖才会死不瞑目地反复强调自己和赤尘没有关系。挣扎着不肯回浩陵的原因，也是因为担心自己会被浩陵王嫌弃。相柳和赤尘一样，都是世人口中的魔头。小妖那么爱自己，没办法不在乎世人的评价。魔头女儿的身份已经让她受尽了鄙夷，她实在承受不起再嫁给一个魔头所换来的嘲讽。小妖曾对相柳说过，她恨赤尘，恨赤尘带给她和她娘的耻辱。
但小妖也想有个人能告诉他，可以让他不那么恨赤尘的理由。虽然相柳也找不到这个理由，但是他告诉了小妖，说你不了解赤尘，可你应该了解你的母亲。既然他选择了赤尘，你就应该相信他的眼光。可此话一出，小妖就生气了，堵住了相柳的尾巴。那一瞬间，相柳虽然没说，却也心知肚明，小妖并不像他一般什么也不在乎。他在乎名誉，在乎身份，在乎自己会不会被接受，而这些在乎也注定了小妖会和相柳分道扬镳。即便相柳真的可以放弃一切，即便小妖一时冲动真的选择了他，日后恐怕也会因为世人的鄙夷而后悔自己的选择。重回清水镇，桑田儿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垂垂老矣。桑田儿虽然经历过川子的背叛和求饶，却还是一如既往的睿智通透。小妖问桑田儿，人只能看到一时，看不到一世，如何才能知道一时的决定，纵是一时难受，却一世不后悔呢？桑田儿道，人这一辈子不就像走荒路一样吗？谁都没走过，只能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有人走的荒路风景美，有人走的荒路风景差一点，但不管什么样的风景，路途上都会有悬崖，有歧路，有野兽，说不定踏错一步会跌大跟头，说不定一时没看清会走上岔路。正因为是荒山行路，路途坎坷，危机四伏，所以人人都想找个伴，多了一双眼睛，一双手，彼此照看着。你提醒我有陷阱，我提醒你有岔路，遇到悬崖扶持着绕过，碰到野兽一起打跑。两个人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我这辈子哭过笑过，值了。最后桑田儿还不忘嘱咐小妖，小姑娘一定要记住，想要得到什么，一定要相信那东西存在。你自己都拒绝相信，怎么可能真心付出？你若不肯播撒种子，就不会辛勤培育，最后也不要指望大丰收。小妖和桑田儿不同，他一直觉得桑田儿不过是从对生活的期望中转而跳进了对男人的期望中。小妖不愿意赌，他最爱自己，做不到桑田儿那般坦然，遵从自己的内心，即便受伤也要和爱的人携手共度，更无法像自己的妈妈西陵恒那样为了爱赤尘不管不顾。小妖害怕受伤，害怕面对非议，害怕不被接受，害怕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宁愿不承认，也不愿在一时冲动的悔恨中潦草余生。相柳明白小妖心里的恐惧，他心里也永远记得小妖曾认真对他说过，你绝不适合出现在女子的梦里，那恐怕比死还要可怕。所以无论是牺牲防风被让小妖恨自己，用交易掩藏真心，还是不惜让小妖名誉尽毁，都不过是相柳为了让小妖彻底死心所做的假象罢了。